ที่นึงเห็นเกาะกับเรือเรือล้อมเกาะเรือสีเทารู้อยู่แล้วฮะเดี๋ยวกำลังจะเริ่มแล้วค่ะเพราะภาพเริ่มชัดขึ้นแล้วก็เขาใช้คำว่า3 กองสู้กันแต่คำว่าทั้งหมดหรือคิดว่าส่วนใหญ่น่าจะ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ธนาคารด้วยธนาคารด้วยใช่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พกเงินสดไว้ด้วยนะ Hello， 大家好，我是奇文。现在一打开这新闻一说是不是没有一天平静的？不是说今天中东又打起来了，就是说呢，明天又是哪个地方洪水地震了，后天呢又是高温热死了人，天气越来越变态了。看着看着这心里都忍不住在想，哎呦，这2020年的下半年，世界到底还会发生什么呢？而就在这个时候，泰国通灵人加普莱，还有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英国灵媒帕克呢，他们竟在同一个星期公开了他们对这个2020年下半年的一个最新预测。说实话当我把他们2个人内容全部看完整理出来之后坐在这电脑前真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有好几个关键预测居然都能对得上。尤其是普莱这次比他之前的预测都还要更具体，甚至提到了太极式那当然了，奇文还得先提醒大家就是接下来聊到的纯粹是2位灵媒的预言分享，不代表本频道的观点那大家建议大家呢就当做一种生活参考，理性来看待就好了。OK， 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哦。就在6月底普莱连续接受了这个 Time Raw Studio 和 Uppercom Studio 2档这个泰国节目的深度专访，透露了大量之前从未公开过的地府警告，甚至他在这个节目的最后还留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后背发凉的终极悬念，那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小心的3件事儿。是哪3件事呢？别急我稍后再来揭晓。首先咱们先从普莱一开口提到的这个全球战争来聊。当主持人问到他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时，普莱当场分享了一个极其震撼的通灵画面。他说他看到在泰国以外的某个地方一个非常特别的岛屿突然被无数艘灰色的船只死死包围。ที่นึงเห็นเกาะกับเรือล้อมเกาะเรือสีเทารู้อยู่แล้ว一听到灰色船只主持人立马就追问，那这个是不是载满重型武器的军舰普莱点了点头。于是呢主持人又追问，那这座岛到底在哪？不过呢普莱呢并没有直接说出是哪个地方，而是给出了3个关键线索。那第一个就是泰国人平时非常爱去旅游的岛屿。第二个呢就是从泰国搭飞机过去只要大约2到3个小时。第3个呢就是它的英文名称和发音听起来跟泰国 Thailand 非常接近。คนไทยชอบไปเที่ยวตัว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ใกล้เคียงกับเราเลยล้อมเพื่อไม่ให้ทำการใดๆหรือว่ายังไงน่าจะเพื่อเปลี่ยนระบอบOK， 聪明的朋友我想听到这儿估计你心里都有数了这简直就差点把这个台湾这2个字直接打在屏幕上了哦。而且呢普莱还透露了一个更劲爆的细节，他说呢这些灰色军舰团团包围岛屿，可不是来表演什么海上阅兵的，它的终极目的呢就是为了改变现有的政权体制。那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在暗示中共大规模围台军演甚至更进一步的封锁行动吗？其目的呢就是要彻底的改变这个台海的现状。那所以咱们回头再看看现实中此时此刻的中共战机和军舰几乎是天天都在这个台湾的周边海域疯狂活动。更别提刚刚过去的7月1号中共官方呢有高调放话，所谓解决台湾问题历史任务。你看这邪恶的野心早就不加掩饰了。而面对这种威胁，那台湾呢它也没有松懈就在7月初台湾东部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国家级的防卫演习，就是希望在这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之前把所有应变能力都先演练一遍。而这一切竟然又和普莱接下来看到的画面对上了。普莱说现在各国的政府都在疯狂大批量的采购可以挂载武器的战斗机，交易量比过去翻了好几倍。
这绝对不是为了普通的什么防御升级，而是现有的装备根本不够用了，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开战做准备了。那问题就来了那这些军事行动大概会在哪个月发生呢？อันนี้ไม่ทราบแต่ท่านบอกว่าก็มันเร่งแล้วค่ะ除了这台海之外中东局势又会怎样呢？你看咱们每天看到的新闻都在说和平协议快签了，中东要缓和了等等，但普莱却说这全是假象，真正的风暴才刚要开始，因为阎王给他的天机里直接用了一个词三方混战。เดี๋ยวกำลังจะเริ่มแล้วค่ะเพราะภาพเริ่มชัดขึ้นแล้วก็เขาใช้คำว่า3กองสู้กัน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几个月地缘政治可能随时会再次大爆炸。那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开始有点慌神了？如果这个仗再这么打下去，那全球的石油能源会不会彻底断供普莱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不会到完全消失，也不会出现找不到任何替代品的困境，因为人类很聪明，到时候这自然就能找到替代能源来解决危机。听着这话你是不是稍微又松了口气呀？可是如果你仔细想想普莱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反而会发现一个更残酷的信号，那就是眼前的这场冲突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恐怕比咱们目前想象的还要更长更复杂。更可怕的是它不只是停留在人类社会，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当人间的这个戾气杀气积累到一定程度，那这个天地的秩序就会被打乱。所以呢，紧随着人祸之后的就是整个地球板块正在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反扑。随后呢，当这个主持人又问到说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自然灾害时，普莱直接说了4个字：地龙翻身。มังกรตื่นมังกรตื่นแผ่นดินเลื่อนเกิดแผ่นดินไหวอีกใช่ขอให้ไม่เกิดขอให้ไม่เกิดฮะแล้วก็อีกอย่างนึงก็คือไฟปะทุก็จะเป็นภูเขาไฟซึ่งล่าสุดตัว P มาแล้วคืออะไรประเทศตัว P ตัว P มาแล้วซึ่งก่อนหน้ายังไม่มีเขาไม่แน่ใจว่าตัว V มาอีกหรือเปล่าตัว V เนี่ยมันไม่เคยศึกษาเลยไม่รู้ว่ามีรอยเลื่อนหรือมีอะไรหรือว่าของเก่าเขาเตรียมตัวใช่แต่ว่าก็คือนะมังกรเขาพลิกเนี่ยมันจะเกิดเหตุอยู่แถวโซนมังกรนี่แหละค่ะ听到这儿我想咱们很多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这脑袋里冒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普莱说的这个 P 开头的国家到底是哪里？那普莱他虽然没有明说，但这个网友普遍认为最可能指向的就是菲律宾。要知道菲律宾呢，它本来就横跨在凶险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那它境内的这个马荣火山塔阿尔火山等全都是出了名的高度活跃的地底定时炸弹，而且地理这个位置就在台海关键区域旁边。那么这个 B 开头的国家又是哪里呢？有网友猜测说可能是位于这个板块交界、火山极为活跃的阿努阿图。那一旦这个地龙翻身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普莱的这段访谈其实是在6月23号录制的，那结果呢却在隔天的6月24号，远在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竟然在这个短短的38秒内连续发生了规模 7.2 和 7.5 的强震，加勒比海甚至还一度发布海啸警报。你说这巧合是不是也太惊悚了吧？不过呢这还没完，当天在这个太平洋板块周围短短24小时内竟然是一口气发生了6起规模5级以上的地震，日本东部 6.9 级，菲律宾南部 6.6 级，美国加州 5.6 级，巴布亚新几内亚 5.1 级，再加上委内瑞拉2次7级强震，这一连串的震动不就是普莱前面提到的地龙翻身吗？那当这个主持人继续追问普莱说这波地壳活动会不会引发毁灭性的大海啸呢？结果普莱的脸色瞬间就变了。มีโอกาสเกิดสึนามิแบบรุนแรงไหมอันนี้หนูพูดไม่ได้อันนี้อันตรายกับหนูเกินไป
เห็นไหมดีกว่า พูดไม่ได้จริง เพื่อชาวโลกไม่ต้องเชื่อ แต่เพื่อให้ระวังตัว ใช้คำว่ามีโอกาสไหมมีในปีนี้ แต่ไม่ใช่บ้านเรา แต่ไม่ใช่บ้านเรา 而让大家担心的是下半年除了这个地震和火山，更折磨人的恐怕要是越来越失控的极端气候了。普莱之前呢就用这个天漏了3个字来形容过今年的暴雨，但是呢这一次他讲得更清楚。他说最可怕的呢不是雨下的有多多，而是雨水像瀑布一样砰的一下从天上直接砸下来，让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那更棘手的就是这次的洪水它不是从一个方向来的，而是像两面夹击，从不同的方向同时扑过来。那很多以前就是几乎不会淹水的地方呢，今年都有可能中招哦。所以普莱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有条件的就赶快去检查家里的这个排水防水屋顶这些地方，因为他看到的画面比去年还要严重的多。那其实大家在这个新闻上也看到今年从这个中国台湾、日本一路到欧洲、美国，到处都在破纪录的暴雨高温洪灾，极端天气已经变成全世界都要面对的恐怖新常态了。但俗话说得好比这个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普莱说呢，阎王这次特别传给他一句非常沉重的警告。รอบนี้ท่านบอกว่าน้ำมันเซาะโพรงสร้างอะไรกันไว้ก็รู้กันอยู่ต้องใช้คำนี้哎呀，大家听一听这句话这信息量可不小如果那些建筑本身它的品质没有问题，那再大的雨也只是考验。但如果是那些平时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那一场好雨下来所有问题就全都藏不住了。所以普莱预测说下半年我们可能会在新闻上看到更多的桥梁、道路、高铁，甚至这个大型的公共设施因为好雨而接连出事儿。平时藏得再好的隐患，这次恐怕真的要现原形了。但更要命的是紧跟着这大洪水而来的还有疫情。普莱之前就警告过很多消失的古老疾病呢会卷土重来，但他认为这一次的应该不会变成全球的大流行，而是会比较集中在亚洲地区。มีค่ะก็มาจากหนูนี่แหละค่ะเรียกว่าโรคอะไรที่ทำให้ท้องเสียแล้วก็เชื้อเข้าจากพวกซอกเล็บ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อย่างเหมือนพวกฉี่หนูใช่ไหมอารมณ์นั้นแต่ว่ามันแรงแบบที่ท้องเสียแล้วก็นึกว่าอาหารเป็นพิษอะไรแบบเนี้ยค่ะ那所以奇闻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好雨过后呢，环境卫生和饮食安全千万不能大意除此之外呢，普兰还特别提醒说今年的黑天鹅事件恐怕还没完哦。那当这个主持人忍不住问普莱说，那今年上半年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的铁路事故火灾那这一波灾难也该告一段落了吧？结果普莱说还会有。ท่านบอกว่าระวังเรื่องล้อเยอะๆก็ยังใช้คำว่าล้อเยอะๆพวกนี้ยังต้องระวังอยู่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ไฟปะทุหรือว่าเครื่องเขามีปัญหาแล้วความร้อนระเบิดต้องระวังตรงนี้นะก็ล้อเยอะๆมีอะไรบ้างก็ลองเช็คดู普莱说的这个很多车轮事故范围其实很广，小到汽车、巴士，大到火车，甚至是各种大型交通工具都算。不仅如此呢，普莱还警告大家要留意这个突如其来的雷击，或是高温引发的设备故障，甚至这个下半年还会出现一堆离奇到像 AI 乱编出来的新闻，比如说人好端端的走在路上，却莫名其妙的掉进下水道、掉进排水沟，这种荒唐的事情可能多到离谱，几乎天天发生，一天好几起都有可能。除了这个天灾人祸普莱也特别提到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民生经济问题。普莱说下半年大家的日子的确会非常沉重但是沉重呢不单是在钱这方面，还包括天气因素，让大家比以前更是疲惫。你想想看一边呢是兜里
没有钱，生意难做。一边呢，一出门呢又是暴雨洪涝，甚至走在路上还要担心传染病跟这个下水道意外。那这种日子能不疲惫吗？那接着呢，主持人又问了普拉一个大家都很想知道的问题。那目前这些不好的情况是已经到最糟糕的阶段了呢，还是其实现在才刚刚开始呢？ตอน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โลกให้ประมาณ 20-30% แต่หลังจากเนี้ยมันน่าจะเกิน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นี่ยเราก็เตรียมตัวที่จะกระทบอีกนิดนึง不过大家也先别急着灰心绝望普莱呢还特别强调了他出来讲这些预言的真正目的呢。他说平时很多人问他，你天天讲这个灾难到底有什么用？我们又管不了老天爷。但普莱说不对，大水呢我们管不了，但我们管得住自己至少像是你家这个房顶有没有漏水店门口的这个防水布有没有买够，这些咱们普通人是不是动动手就能先准备好说白了预言不是要让大家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恐慌，而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危机真正来临之前能提前做好准备，减少损失普莱对此还举了个例子，他说这个就像摆摊卖东西一样，大家最怕的就是大太阳，热的这个过路的客人都不想停下来逛，更别说买什么东西了。但如果你提前想法子比如说搭个这个遮阳棚弄个小风扇放几张椅子，让这个逛摊位的客人能坐下来吹吹风，喘口气，休息舒服了呢，他们自然就愿意多停一会儿，东西呢也就容易卖出去了。所以嘛生活呢绝对不是100%的绝望，我们还是有办法应对的。这大概就是咱们的这个老祖宗常说的天无绝人之路了。老天爷示警，其实呢它就像是提早发给咱们的这个通关密卡，把这个生路留给那些听得进劝告，懂得提前留退路的人不过你以为下半年只要担心战争跟天灾就够了吗？其实还没完呢，因为接下来呢，布莱又抛出了一个离咱们每个人都更近的警告。他说今年的8月到9月这段时间，全球可能出现一波前所未有的科技与网络大动荡，其中9月最需要小心。ท่านบอกว่าประมาณเดือนสิงหากันยาหนักๆเนี่ยกอไก่คำว่าเน็ตล่มอาจจะไม่ใช่เน็ตแค่เจ้าเดียวอาจจะหลายที่แล้วมันเป็นที่โทรศัพท์เราแล้วเหมือนระบบในโทรศัพท์เราเราจะรู้สึกว่าโทรศัพท์เริ่มอืดเริ่มช้าอาจจะ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รุ่นมีการต้องอัพรุ่นเก่าใช้ไม่ได้เกือบหมดต้องมาเปลี่ยนเป็นยุคใหม่。那照普莱的这个说法，感觉整个的这个数位世界要被强制中断了，就像是停电一样，很多旧手机可能直接阵亡了。平常用的好好的 app 呢，一夜之间就跟你说拜拜。这听起来像不像咱们以前经历过的千禧年千年虫危机的这个2.0升级版看来咱们最近先别急着跟风换什么新手机了，先忍一忍等熬过这9个月摸清局势之后呢，再来升级也不迟哦。而且普莱还特别提醒说这波动荡呢，不止影响手机，很可能连银行系统也会跟着遭殃。แต่คำว่าทั้งหมดหรือคิดว่าส่วนใหญ่น่าจะ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ธนาคารด้วยธนาคารด้วยใช่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พกเงินสดไว้ด้วยนะ那如果咱们把普莱前面提到的这个全球局势串起来看，那这场科技动荡恐怕就是跨国网络战的这个前兆一旦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升级，那金融系统、电信网络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那到时候跨国支付系统ATM 手机支付都有可能瞬间失灵。这也就是为什么普莱一直提醒大家说大伙的兜里多少还得准备一些现金傍身了，而且这场数位风暴可能比想象中还大。普莱说阎王最近告诉他，未来很可能出现系统性的大崩溃。เท่าที่ท่านบอกล่าสุดค่ะคื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อาจจะมีระบบล่ม
แต่ไม่ได้ล่มแค่บางระบบแต่ล่มเกือบทั้งหมดหรือไม่ก็ช้าแล้วเราก็รู้สึกว่ามัน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เครื่องระบบมันไม่พอแล้วก็เรื่องแอปธนาคาร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ก็อาจจะต้องคอยอัปเดตคอยระวังเอาไว้มากกว่าเดิมอย่าปล่อยทิ้ง紧接着呢，普拉还透露了一句阎王给人类留下的一句警告：人类将回归手动时代。所以奇文觉得哈，普莱真正想提醒大家的是哈，不要把你的这个生活完全交给系统。科技呢再方便，也会有突然断电失灵的一天。所以这个重要的资料哈，记得备份，账户定期核对，身上呢留一点现金。万一那个高科技机器啊真的出了状况，最后能依靠的还是咱们最原始的人工了。OK， 那接下来哈就是整个影片最核心的干货来了。主持人问普莱，那如果只能留下3个提醒，你希望所有人哈下半年一定要小心哪3件事呢？普莱直接说出了3个重点。第一，线上电子账户存款。普莱提醒大家，放在电子钱包、网络银行还有投资平台里的钱啊，要特别小心管理，最好定期检查核对账户，做好备份，千万别把这个资产安全都压在一部手机上。那第二呢，就是天气变化。普莱说，有些人太相信现在这个实证科学了，觉得一切呢都能被预报，结果灾难一来呢，根本来不及跑。也有一些人呢，太过度相信算命预言的话，那整天活在恐惧里却忽略了自己该做的准备。所以他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智的判断力。那第3个呢，就是二手物品的交易。这个呢，听起来好像有点莫名其妙对吧？那么二手这个市场怎么会变成警告重点呢？普莱说，阎王特别提醒，下半年凡是这个旧东西换主人这件事儿，都要格外小心。不管是二手商品、二手车、二手房，甚至是古董收藏品，只要牵扯到转售、拍卖、转让，都可能接连爆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呢闹成这个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件，让不少的人蒙受财产损失。那所以最近有打算买这个二手车、二手房或是贵重旧物的朋友呢，眼睛一定要擦擦亮多查多看多确认，能避开的坑呢就尽量避开。所以这3件事就是普莱认为今年下半年最值得提高警觉的重点。OK，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听得这手心是直冒汗，默默开始在这个数包包里的现金了呢？其实在我还未来得及看普莱的这部分预言之前就听到这个周围的朋友前段时间从银行取出好多现金放在手上呢。那刚才普莱给咱们看到的是一幅战争、天灾、科技动荡的大画面。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视角看看帕克对这个下半年的预测。有趣的是帕克也讲到了这个中东的局势，而且跟普莱的预测竟然不谋而合。帕克直言说，现在伊朗表面上和平，只是把这个裂痕暂时盖住而已。那些停火谈判协议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只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真正的危机根本没解除。他认为伊朗还保有快速重建军事的能力，只要钱一到位，飞弹和无人机随时能再活过来。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能源命脉呢，随时可能再次被掐断。所以帕克大胆预测说今年年底前中东局势很可能再次急转直下，战火重新撕裂伊朗上空，新一轮的狂轰滥炸恐怕会更猛更失控。不过呢，帕克也看到说伊朗呢不会一直打下去，在他的这个预测里，这场冲突之后呢，伊朗可能迎来一次巨大的政治转变，甚至是爆发革命，最后建立新的政体。OK， 除了中东呢，帕克还把这个目光转向了其他几个热点。首先是英国，他预测说年底之前呢，英国政坛可能出现重大变化，甚至宣布提前大选。虽然真正投票时间呢可能延后到2027年，但他认为这个改革党有机会在这场选举中呢取得突破。不过呢，有趣的是帕克也坦言说自己过去的一些预测呢曾出现偏差。目前在他的这个感应中工党的安迪·伯纳姆呢也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的英国首相。那至于英国政坛最后会如何洗牌，就要看接下来的发展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都关心的俄乌战争了。
帕克认为啊，俄乌虽然现在还打得火热，但已经慢慢走向尾声。最快呢，2027年呢就有可能正式画上句号。不过战争结束了，也不代表世界就太平了。帕克认为，俄罗斯未来还是有很强的扩张倾向，甚至可能跟这个中共走得更近，形成新的地缘压力。那另一个帕克特别提到的地方呢，就是南美洲。他预测说，美国下半年可能大动作介入哥伦比亚，主要目标呢是打击贩毒集团和地下势力，而行动规模呢可能超出外界想象。至于古巴呢，帕克则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虽然这个古巴目前受到电力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困扰，但帕克认为未来的12个到18个月，美国资金和企业会大量进入古巴呢，可能逐步走向更开放、更自由的新阶段。接下来呢，帕克也提到了委内瑞拉的地震，不过呢，和普莱聚焦的地震灾害不同，帕克看到的是地震之后的转变。他认为呢，这场强震虽然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灾后，委内瑞拉呢有机会逐渐恢复，石油产业呢重新发展，整个南美的这个局势也可能慢慢迎来新的变化。另外呢，帕克还谈到了世界杯。他提醒大家说，这个真正需要留意的可能不只是球场上的比赛，而是场外。尤其到了决赛阶段，欧洲某些的城市可能因为这个移民政治对立等问题再度爆发大型的这个街头抗议，甚至是暴力冲突。那当然了，帕克也不是只带来坏消息，他也预测说，今年的年底起人类这个医疗领域可能会有重大突破，包括这个抗衰老技术、癌症治疗以及这个结缔组织疾病研究都可能出现令人期待的新进展。而在影片的最后呢，也是帕克谈的最长，咱们这个华人观众最关心的一段了，就是关于中国。他认为呢，2026到2027年中国的经济呢还会继续面对结构性下滑，不会那么快恢复。但真正的大变局要到2030年至2035年左右才会出现。帕克预测未来中美之间可能爆发更严重的军事冲突，但不会是全面核战。欧洲会被部分卷入，俄罗斯呢也会深度参与，而这场冲突呢打到最后呢，将导致中共从内部彻底崩塌，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全民的革命，经济结构呢全面崩溃。不过呢，帕克也强调说，这绝对不是华夏文明的终点，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在这场大毁灭之后呢，中共将走向全面的解体，上海、香港、西藏等地可能会走向更高程度的一个自治，形成不同的政治体制。他深信如果中国的未来走向这个联邦制分裂成好几个类似欧洲却比这个欧洲更有经济活力的主权实体联邦或政区呢，当地的文明反而会发展得更好。未来的中国不再抱着称霸世界的野心，而是以一种全新民主的姿态呢，重新回到世界舞台，成为造福全球的重要力量。老百姓呢，也能过上真正幸福的日子了。帕克坚信这一幕终究会发生，也会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大转折。那听完帕克对未来的这个终极大剧透大家是不是有一种从这个惊涛骇浪里走出来突然看到一丝曙光的感觉呢？不过你也别先高兴得太早曙光虽然很美，但咱们首先的先熬过这眼前的2026哎呀，光是看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局势听起来就已经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但就像咱们前面说的，预言从来不是为了让人躺平绝望。就用普莱的话说，只要我们在这些危机还没有完全爆发之前，主动去行善，帮助身边需要的人，去寻求心灵的庇护和正面能量，那冥冥之中的神明自然会给那些善良的人在绝境中留下一线生机。那至于这两位预言家对2026年下半年的预测，最后究竟会不会应验，那就让时间来给我们答案吧。那么你怎么看普莱和帕克这次对2026年下半年的预测呢？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和我分享哦。好了，说完了。如果大家喜欢奇闻的节目呢，就请点赞、订阅、转发，鼓励一下奇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